有些人一旦 IC 死了，本该彻底从这世间消失，但在陈情令中，有一个人却让整个修仙界再次为之惊恐，因为他的名字重新出现了。温宁已经死了，甚至连尸骨都被挫骨扬灰。然而此时，幸存者却言之凿凿地断定一件事：温宁回来了。而更可怕的是，他还与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一同出现。江澄面前的这个戴面具之人显然在隐藏身份，而江澄也根本没打算客气，他直接催动紫电来进行确认。因为按照世人的认知，若有人通过夺舍重生，紫电便能查验出其真实身份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紫电毫无反应，这意味着眼前之人可能并非夺舍者。可如果不是，他究竟是谁？江澄要求面具人摘下面具，然而对方不仅毫无惧色，反而坦然回答，若是摘下，恐怕被吓死的人反而是江澄。紧接着，那个最核心的问题被抛了出来：你究竟是谁？仅仅3个字，却足以掀起滔天巨浪。魏无羡，那个曾让天下人闻风丧胆的名字，那个在16年前便已身亡的人，如今再次现身。然而紧接着得到的并不是重逢的温情，而是一句“你去死吧”。但在弄清楚魏无羡究竟为何回归之前，我们必须拨回时光的轮盘，回到16年前。那时的魏无羡还是个无忧无虑、爱惹是生非的少年，殊不知自己的命运终将被卷入一场无法回头的漩涡。有人曾说，有些时候我真的很想回到16年前，只要能回到那里，哪怕一切只是一场梦，也不愿醒来。于是我们回到了魏无羡少时，此时他与江澄、江厌离一同前往云深不知处。这也是魏无羡第一次正式面对蓝忘机，一个以洒脱不羁、爱闹爱笑而闻名，一个则以清冷严苛、恪守规矩而著称。初次见面，两人便水火不容，而这种天差地别很快就得到了印证。魏无羡一行人遗失了拜帖，他试图解释，可蓝忘机只冷冷地说了句“无拜帖者不得入内”。魏无羡解释第1次，蓝忘机不得入内，解释第2次，依然不得入内，最后直接被禁言了。正是从此刻起，魏无羡开始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多么难缠的人物。平日里若是讲不通，尚可好好商量，但在蓝忘机这里，无拜帖绝不可入，想解释不听，想求情没用。甚至当魏无羡说太阳即将落山，往返20多里地去找拜帖太不合情理时，蓝忘机依旧面无表情。就这样，魏无羡正式收到了他的第1份惩罚——禁言1炷香。但魏越是被禁，就越想挑衅。到了晚上，他又找机会接近蓝忘机。这一次，魏无羡装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模样：“蓝二公子，这么晚出来，赏月啊！”然而蓝忘机岂是那么容易被带偏的？寥寥数语便列举出了魏无羡刚刚犯下的种种家规：破坏结界，夜间擅自外出，私闯禁地。换作常人听到这里，或许早就认输了，可魏无羡偏不，他掏出了最后的招数——贿赂。他拿出天子笑，说道：“我分你一坛，全当没看见我，行不行？”可蓝忘机只是冷冰冰地回了一句：“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”那一刻，魏无羡大概明白了，眼前这个人是真的无法用酒来收买。而这恰恰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妙趣横生的地方。蓝忘机奉规矩为圭臬，
而这恰恰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妙趣横生的地方。蓝忘机奉规矩为圭臬，魏无羡却仿佛天生就是为了破规矩而生的。一方说把酒放下，另一方却反问云深不知处进酒，对吧？那我若是不进去，就坐在墙头上喝，这总不算破禁了吧？蓝忘机只有4个字，冥顽不灵。魏无羡反而庆幸，幸好自己没有出生在姑苏蓝氏这种死板的家族里，一个恪守家规中的条条框框，一个则总是想方设法钻家规的空子。正是这种极致的对立，让他们的初次相遇既充满诙谐，又为日后那段极其特殊的情谊奠定了基石。如果单看这第一次见面，恐怕谁都不会想到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竟会有着如此深厚的羁绊。一个是蓝忘机，清冷少言，活得仿佛每一条家规都是天条；一个是魏无羡，嗜酒随性，并且极其喜欢捉弄蓝忘机，一个越严，一个越想破。可也正是从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针锋相对开始，《陈情令》的故事悄然拉开了序幕。而最值得一提的是，16年后，当魏无羡归来时，第一个认出他的人依然是蓝忘机。那么，在那16年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魏无羡为何会身死？温宁又为何会回归？以及当世人都怀疑他时，蓝忘机为何依然选择站在他这一边？而这才是我们需要继续探寻的故事。这个小古板功夫这么好啊！算算你今晚触犯了多少蓝氏家规？这个刻板迂腐之人，吃醋敬酒，那我不进去，坐在这里喝，总不算破禁吧？没关系，待我回云梦之后啊，我一定会，非蓝氏之人不得解，要熬一炷香。蓝二公子。